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90算，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 ESDF 模组 2.4.0 版本的更新预览内容。首先呢是 bug 修正相关的内容，第一个呢是服务端安装的模组后端不装不能进服的 bug 现在修正了，包括呢音频播放的 bug、动画控制器缩放相加相乘的问题，还有低帧率下2阶物理动画播放不正确的问题。首先是女仆模组的一个兼容，需要强调的是，你必须使用最新版 1.2.0 的女仆模组才能替换 YSM 的渲染。当你两个模组都更新到了最新版的时候，我们打开女仆的界面，在这里就能看到一个使用 YSM 皮肤的按钮，点一下就可以打开一个正常的模型切换界面，我们可以随意的切换一些模型。如果这个模型呢，它拥有多个材质，也是可以正常切换的。甚至呢，你对着女仆摁一下 Z 键，就可以打开一个类似的轮盘界面。这个轮盘界面和我们前面的玩家的轮盘界面是完全一样的。我们知道轮盘呢有一些有配置功能，也没有问题。那我们都知道女仆模组呢是可以用相机把女仆拍成照片的。拍成照片以后呢，我们将照片拿在副手，主手拿着凿子，就可以将女仆雕成相应的雕像。它也是支持 YSM 的渲染。我们知道最小号的雕像呢，我们可以在下面打一把火，过一会儿它就会变成手办。好的，现在呢我们就把它烧成了手办。我们可以看到手办和雕像呢都有自己的专属动画。如果你是创造模式，那么你拿着玉璧右击一下雕像或者手办，就可以把它换成自己的皮肤。我们自己切什么皮肤，它就能切成什么皮肤。甚至呢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进行了一个变身，使用了 ROM 变量也没有问题，也是可以切换的。那我们都知道女仆模组呢，在休息时间可以在钢琴、书架和电脑桌跟前进行休息。我们也为它添加了动画适配，甚至呢，我们这个动画适配还增加了一些特殊的效果，比如说增加了一些音乐。这个音乐呢是由羊毛 Office 制作的。同样的，书架也有类似的动画，电脑桌也有类似的动画。我们可以把模型切换一下，试一试这个铃兰，有一个经典的表情包啊。同样的，在下棋的时候呢，也有对应的动画，输了和赢了呢，也有相应的动画。这就是赢了以后的动画。同样的，骑在女仆模组的扫帚上也有对应的动画。甚至呢，连女仆模组的一些坐垫，我们也是适配了动画的。接下来是一些其他的新增内容。首先是拔刀剑日式附属的一个兼容，我们增加了一些拔刀剑日式附属模组的动画兼容，包括波刀龙斩、幻影刃纵、中烟音、水烂、圆刃、旋刃、银武、虚无刀戒等刀技的动画，现在都是有的。接着是手部定位组的支持。在过去呢，我们的手部定位组只有主手副手各一个，现在呢每个手可以添加8个定位组，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变身动画的时候，变身后的角色也可以显示手部的物品的。我们还新增加了一个背包定位组，主要是用来兼容精妙背包这样的模组的。同样的，女仆模组的背包也是使用了这个定位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装上精妙背包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背上呢有一个背包。精妙背包是可以放在视频栏的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接着是 ROM 变量，也就是可以保存在玩家切换的维度以后呢，这个变量不会重置。过去呢是16个上限，现在改成了64个上限。接下来是一些方便模型作者的调试功能。我们在过去是有一个调试波浪的指令的，但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简化。我们使用 watch 开头的指令，可以监控相应的变量，并且这些变量呢都有类似的提示。当然的，
状态机现在也能进行监控了。我们这里呢可以输入状态，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可用的所有的状态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当前状态机的状态。当然，如果想要清除，直接click就可以了。下一个是新增加的一个粒子指令的模浪，这是我们目前用来临时替代暴雪粒子的一个方法。它的用法是这样的，和我们原版的粒子指令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刚才弹琴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做出一些粒子效果给大家看一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弹琴的时候飘的这个音符粒子就是用这个函数做出来的。接着是新增加了8个空白的控制器，因为在过去呢，有很多玩家不得不去修改与默认的控制器，那我们新增加了一些空白控制器，可以更方便的进行动画的制作啊。最后是一些模型换装的新增，现在呢，九湖女仆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型换装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蓝玫瑰制作的。同时呢，我们还新增加了一个轮盘动画。这动画呢是由金香制作的。最后呢是新增加了一个新年九湖的模型，这是由纸板制作的，之前的玩家呢都很喜欢这个模型。那么这就是本次更新的全部内容，我们期待着这个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。